我叫林念瑶，在公司开会时，本来只是想让网恋对象发点好看的提神，谁能想到修狗，发点东西给我提提神。谁的微信？不想干了。我的。谁能想到，我网恋3个月的粘人修狗，居然是公司里那个最古板、最冷淡的顾叶涵。3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加班到11点，回到家连口热饭都没有。人一累就容易干傻事儿，比如手滑下载了个社交 APP。这年头还有人头像和名字这么反差，我就点了一下，就一下。谁知道这一下把我整个人生轨迹都点歪了。这么晚还不睡？你在加班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加班？这个点还醒着的人，不是加班就是有心事。你问这么晚还不睡，说明你也在加班。有点东西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销售。销售，跟我一样是打工人，要不加个好友？太好了，终于找到战友了。3个月，我们发了几千条消息，他分享过午饭，我吐槽过老板。这段时间真是我过得最快乐的时光，好希望一直这样下去。跟谁聊天呢？笑成这样。苏晓，你走路能不能带点声音？吓死我了！有鬼！你平时上班跟谁聊天都一副再发消息我就拉黑你的表情，今天居然在笑，说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没有，我就是看段子。什么段子能把人看出一脸桃花色？发我看看。少儿不宜。哎呀，不适合你。走了，马上公司开会了。你跑什么？心虚了吧你？今天天气不错，你那边呢？还行，就是有个同事差点发现我在跟你聊天，差一点点就被抓包了。发现就发现，我又不是拿不出手。好，我知道你最拿得出手了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眼熟？迟到了3分钟，今天新老板来巡视，全体大会你居然还吃包子，这也太绝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再说了，新老板又不是来查我迟到的吧？听说新老板特别严，前一个公司被他开除了半个部门，你最好祈祷他今天心情好。开除半个部门，这是裁员吧？跟我一个市场部小透明有什么关系？听说新老板是顾氏科技的创始人自己白手起家干起来的。我表哥在他前公司待过，说这人开会的时候连咳嗽都要打回去重咳，连咳嗽都要重咳，那他怎么不把打喷嚏也标准化？祖宗你小点声，万一他就在附近呢？会议有多无聊呢？无聊到我觉得不如逗一下网恋男友。怎么回事？谁的微信没对？不想干。我的。当时我真的只是觉得眼熟，完全没往那个方面想。毕竟谁会想到网恋对象坐在会议室主位，而自己坐在这儿像个等待被审的犯人。你看顾总喊他乖宝，没想到顾总谈恋爱了。对呀，没想到铁树居然开花了。话说这个女的是谁啊？是不是咱公司的？不知道啊，但是这女的头像看着有点熟悉，等会儿查查是谁。不会真是咱公司的吧？那就有大瓜吃了。瑶瑶，你看见没？顾总管他女朋友叫乖宝，乖宝这次从他嘴里说出去，怎么这么甜？高岭之花变棉花糖了。为什么我的网恋对象是那个管打喷嚏要重打的活阎王顾叶涵呢？完蛋了，我的职业生涯要结束了。我当时脑子里只有3个字，我完了，不是形容词，是事实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给网恋对象发了看看腹肌，然后发现他就坐在你老板的位置上。什么是社会性死亡？这就是。开会的时候发消息已经够离谱了，还连着发这么多条，还发了红包，备注是爱你一辈子，真够油的。他是疯了吗？魔了，这人魔怔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再看手机了。会议还有多久？大约半小时。先休息5分钟。
刚才那半小时，顾总看了7次手机，7次，这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乖宝，顾总私底下这么严？到底谁啊？拿下我刚录屏了，你们看那个头像是不是很眼熟？点开总裁办秘书的头像，与顾之不一样，我就说是他。真的是他，难怪他天天在总裁办晃。江曼，大屏上那个宝宝是你吧？承认吧。哎呀，你们别瞎问了，不聊了，一会儿顾总该找我了。什么情况？我这正牌网恋对象坐在这儿呢，他演上了。顾叶涵，你有几个好妹妹？气死我了！再也不理他。我去，谁教他的姿势？他怎么还在发？这是裤子的问题吗？这是……算了，说好不理他的，不理。林念瑶，你清醒一点，一个网恋对象而已，不能上头，再上头就不礼貌了。什么？他是认真的吗？他真的会来楼下堵我吗？我该怎么解释？大哥，就这点事儿，你至于蹲到公司楼下来吗？你想让我成为全公司茶水间话题第一吗？而且他是顾叶涵啊，顾总亲自蹲在楼下等我下班，到时候全公司怎么看我？市场部那个谁，顾总都亲自来接他，你说这是职场恐怖故事还是总裁文学照进现实？要是让他知道，他死皮赖脸讨好的网恋女友就是他底下拿着月薪3000的纯血浓牛，我还逼着他发了3个月身材照，那我不就完了？见一面，那我就可以直接写辞职信了。原因在老板面前社会性死亡，我怎么这么难？到底在干嘛？林念瑶，放下手头的工作，顾总让你现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。好的。从工位到总裁办公室门口，我走完这段路是升职还是离职，就看顾叶涵今天心情了。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区别只是这一刀是他砍的还是我自己递的。听说你大学辅修过心理学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，心理学？顾总，您这是？顾总，您和这位对象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网恋，每次我提出见面，他都不肯。你帮我分析分析，他什么心理？分析我自己？这题超纲了，我分析出来，我不就是那个人吗？顾总，从心理学角度来说，这可能涉及到自我暴露的恐惧。为什么？不管他长什么样、什么身份，我都会喜欢他。顾总，我觉得他可能是怕您失望。失望？可我不在乎他是谁，不在乎他长什么样，我就是想见他。我总不能在微信里跟他说一辈子话吧？他连不管是谁都说出来了，我没法说他坏话了。高岭之花怎么是个纯爱战神啊？你稍微杂一点我就能死心了。顾总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出去了。等等，这条手串哪来的？完了，今天出门急忘摘了，这是我朋友送的。摘下来让我看看。他看到珠子上的刻痕就全完了。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方案，假装手串摘不下来，但是他的手比我稳多了。稳住，庙里同款手串多了去了，他不可能。朋友送的，方便问一下，男的女的？女的朋友。我喊的有多大声，就说明我有多寻心。他肯定看出来了，但是他没有当场揭穿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
难怪每次见我都躲，原来是你。瑶瑶，你到总裁办公室干嘛呢？干嘛？你可别瞎想。嘿，瑶瑶，我刚才路过总裁办，看到顾总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笑，一个人，没看手机，没看文件，还是笑得老开心了。哦，那挺好的，心情好。而且我刚才路过你这边的时候，看到你从总裁办出来，脸通红。你脸红什么？你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没事儿，你多想了。行，我先记着，等你想说的时候我再来问。苏小说先记着的时候那个表情，比顾叶涵认出我的时候还让我害怕。瑶瑶，你看大群，顾总刚刚亲自下令取消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规定。什么？他刚确认了我就是宝宝，转头就取消禁令。顾总为了女朋友改公司规则，这什么神仙男友？江曼也太幸福了吧！天哪，是短剧剧情型的霸道总裁为爱改写公司条例，我可是渴死了！他是想光明正大追我，还是为了江曼？我得把自己劝明白。林念瑶，你该醒醒了，再上头就不礼貌了。哇，难道是顾总请全公司吃下午茶？又是托江曼的福，顾总也太会了吧！好想吃国跑车的蓝莓巴斯杜，但就是买不到。我来想办法。你人真好。国跑车蓝莓巴斯克全程只此一家，不外送。我网恋的时候跟他撒娇说好想吃，但买不到。他说我来想办法。后来他真的给我买到了。现在他买了全公司的份，为了谁？为了全公司，还是为了哄江曼开心？我刚刚看到江曼到总裁办公室里去了，真好，还不忘了给我们发点糖。好香，那是，要不说总裁不会看上你呢，我看你就不会想着大家。我吃不下，你吃吧。太好吃了，你不吃太可惜了。江曼，太谢谢你了，顾总对你好，你对大家好，你把大家记在心里，大家把你举过头顶啊！是啊，顾总为了你又是改规则又是买蛋糕的，哎，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哎呀，大家别瞎说，就是普通同事。不过蛋糕大家吃得开心就好。他还真不藏着掖着，上次大屏那事儿他默认，现在蛋糕也由他处理。瑶瑶，你那个网恋对象呢？还没见面吗？霍霍，你那边再不给我发点福利，可就要被江曼比下去喽。哎呀，我要是和我网恋对象再来一套，真怕甜的你打胰岛素。行了，吃你的蛋糕吧。江曼一介婢女在这演正宫娘娘，而我这正牌女友坐在这儿看她演。好，你不急，我也不急。尝到了吧？不是给他买的吗？他怎么一口都没吃？蛋糕怎么人手一个？下午茶里的蛋糕，你让人事发给每个人了。是的，顾总，按您说的，给大家买点下午茶，全公司都发了，我保证每个人都吃上。我是让你买点下午茶，下午茶是给员工的福利，但我说的蛋糕是给林念瑶一个人的呀。我的张助理呀，你的理解能力真的很需要回炉重造了。我给他的，他一口没吃，这误会大了。不能再拖了，直接提分手。万一他真报警查我怎么办？不行，得让他受不了我主动提。对，冷暴力，让他觉得我无聊无趣，不值得继续，这样他提分手的时候心理负担小一点。我怎么还在替他着想？不理我，那只能用杀手锏了。他说杀手锏的时候，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，3分钟后我知道了。肌肉线条是真的好，造型也是真的油。他怎么做到每个姿势都刚刚好踩在油腻和好看的边界线上的？
我只学习一下人体肌肉相关的知识，学习需要。算了，不装了，都要分手了，还是多存点吧。这些以后就是我的精神抚慰金了，就是抚慰金有点油。存完图我清醒了，我是要分手的人，不能因为几张照片就放弃原则。虽然照片确实不错，但原则更重要。躲过去了，好险！顾总好，我减肥，走楼梯。他到底在躲我什么？你们发现没？林念瑶最近看到顾总就跑，而且顾总每次路过市场部那个片区，眼神都往一个方向飘。哪个方向？林念瑶的工位方向。你们想多了吧？林念瑶就是社恐，见到领导就紧张，她就是社恐。可是林念瑶见顾总他妈都不紧张啊！上次他妈来公司，他当着一整个办公室的面跟他妈说：“你口红涂歪了。”你这么说好像是有点奇怪。我完了，全公司都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该辞职了？简历怎么写？原因在全公司面前跟老板玩捉迷藏。宝宝，你最近怎么对我这么冷淡？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他问我是不是不爱我了？爱啊，怎么不爱？爱到不敢让你知道我是谁，怕你知道之后，那个深夜加班的陌生人就变成你手机里一个可以删除的聊天记录。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继续拖下去，还是现在就断？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。3个月的晚安、早安、加油，累不累？记得吃饭，要亲手把它们删掉。我不想这样的，可我不知道除了这样还能怎么办。继续下去只会越来越舍不得，3次就切断了3个月的所有。为什么我们昨天还在说晚安？这3个月的感情，你说腻就腻了。我说过，不管他是谁，我都会喜欢他。我甚至让你帮我分析你自己，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他把我删了。我为什么要说照片油腻？最后一句都要骂他，我这嘴啊！最后一句都要骂他，我是不是太狠了？3个月了，从你好到再见，3000多条消息，几个字就切断了。他会难受吗？应该不会吧，他那么多人喜欢，少我一个也不少。不管他长什么样，什么身份，我都会喜欢他。但是他说不管是谁我都会喜欢他的时候，那个表情不像是假的。瑶瑶，顾总今天没来，江曼的工位也空着，你说他们是不是请假约会去了？可能吧。你昨晚没睡好？约会就约会吧，我已经把他删了。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他爱跟谁约跟谁约。我在这儿打我的工，他在那边开他的会，很好，非常合理。现在只要身体在动，就可以暂时隔绝脑海里的噪音。你打的这是哪国语言？新学的，你不懂。张领导，那个我……林念瑶，顾总生病了。他怎么了？听说是失恋了，对方提了分手，顾总不吃不喝好几天了，晕倒了好几次，怎么劝都不肯去医院。失恋，不吃不喝，晕倒，这不都是因为我吗？我那一句照片油腻杀伤力这么大。你大学时不是辅修过心理学吗？能不能去开导开导他？总裁办的人已经连熬3个大夜了，再这样下去大家都要猝死了。我拜托了，救救顾总吧。原来那一句话伤他那么深，我是不是做的有些过头了？张助理说救救顾总的时候，
表情像在求我救他的命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而且人是我伤的，当然得我去挽救。顾总，失恋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你要振作。你怎么来了？张助理说你不吃东西。进来吧。他整个人瘦了一圈，那个在会议室里冷着脸说重做的人，站在门口像只被雨淋透的大狗。我那句照片油腻是不是说的太狠了？他把我们的聊天记录打印出来了，一张一张，连表情包都打出来了。他把表情包和消息写前面，日期和心情写后面，像是在给那些话一个一个上坟。那天你不回我，我就只能翻翻这个。你先坐下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你煮的东西能吃吗？顾业航，我还没做你就不想吃了是吧？你要倒下了，谁给我发工资？我不管，我做好了你还不吃，我就当你的面吃完，馋死你！你确定你会煮？放心，我一个人的时候都自己做饭。那个冒泡泡的是粥还是糊了？他是自己扑出来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。他接过粥的时候，手指碰到了我的手，还是凉的。这人到底几天没吃饭了，还在这跟我抬杠，虚成这样了，嘴还这么硬。江，不赖吧？啊，你怎么这个反应？你要平时吃的比这个好，怎么还会虚成这样？要是没吃饱，你带我我带你下馆子。哎呀，吃吧，健康的。夜收10米油，百日则肥白。那个，我这2天右手好像动不了，做事用不习惯。啊，不早说，那你昨天怎么吃饭的？没吃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要我喂你？既然是你提出来的，那麻烦你了，回去给你加薪。3倍工资就这么简单？行吧，不过我可不是看在钱的份上，是你的身体状况让我这个公司好员工必须要做出行动了。来，张嘴。不对啊，张助理不是说抑郁没胃口吗？这吃的比我都香，我是不是又被骗了？我还没吃饱。我好像真的被骗了。他是在装病吗？吃这么香？儿子，妈来看你了。儿子，妈听说你病了，给你带了汤。那个妈，我说过进门要按门铃，你要再直接进来，改天我就把密码换了。去，多大人了还绝世闹脾气！哎呦，小姑娘你好呀！你跟我这木头儿子是在……哦，啊不，阿姨您误会了，我就是顾总员工，他说3倍工资让我来当护。哦，好呀，不好意思啊，阿姨这次确实没考虑到你们年轻人的情绪，那就辛苦你照顾我那木头儿子了。你们继续，我不打扰了。阿姨比你会说话。他走了。我知道。老顾头，别钓鱼了，你儿子铁树开花了。对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不但把小姑娘带回家，还在喂饭。哎呦，还是年轻人会玩。我跟你讲，那姑娘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看着就是个正经人。我跟你说，这比你去年给她介绍那几个都强。我都听到了，他说去年介绍那3个，什么3个？我妈记性不好，她说的可能是3个盆景。去年家里养死了3盆绿萝。谁家绿萝叫介绍？顾叶涵，你再说一遍，那是盆景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是什么？我以为阿姨说介绍什么？你去年相了，还3次签，一个都没成，所以不算。没成就不算，那我现在也没成，我是不是也不算了？去年介绍那3个，
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说，今天不说清楚，这粥你爱喝不喝？我走了。啊，那个，我钥匙好像落里面了。顾总，妈，你钥匙在你自己手里攥着呢。我忘了，人老了记性不好。不过姑娘你放心，那3个一个都没成，他连人家手都没碰过，我作证。阿姨，我没问这个。我知道你没问，但我得让你知道，免得你回去瞎想。姑娘，辛苦你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阿姨说。她要是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有她小时候穿开裆裤的照片，随时可以给你。阿姨，我真的只是来喂个粥。张助理说顾总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哎呀，我理解，儿子对人家好一点，粥凉了可以再热，人凉了就不好办了，你好自为之，听见没？别整天摆着那张谁都欠我800万的脸，人家姑娘不欠你钱。你说完了吗？顾总，我们要不要去跟阿姨解释清楚？不用，我妈有心脏病，别去刺激她。之前聊天你说你妈妈心脏好得很，活蹦乱跳，现在又有心脏病，顾叶涵，你是间歇性失忆还是选择性撒谎？我还没吃饱，咱们继续吧。又是谁？我要不要躲起来？顾总，我们代表公司来为……瑶瑶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在顾总家？各位，林念瑶有营养失症，是我请她来照料顾总的，大家别误会。完蛋了！不打扰了，顾总你好好休息。对了，顾总，林念瑶怕疼，你记得轻点儿。我怕疼？他说什么呢？我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顾总，您要不要在公司群里解释一下？解释什么？解释林念瑶只是我的员工，还是你介意被别人当成我的女朋友？我不介意，不是我介意，不对，我是说他靠得这么近，我脑子都冻住了。什么叫我介意吗？我介不介意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在公司跟江曼搞七搞八的，闹得全公司都知道了，你现在问我介不介意？我要回去了。他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但刚才那个反应有意思。林念瑶，年假开始了，我给你安排了相亲，明天中午你必须去。妈，我刚分手。哪儿来的分手？你又没对象，你表妹孩子都会跑了。那男孩照片我看了，一表人才。明天去见，不去过年别回家。不去过年别回家，这句话是我妈的终极武器，每年用一次，百试百灵。我去年被逼去见了3个奇葩，一个问我你会做饭吗？一个问我你体重多少？一个问我你爸妈还在吗？行，我去，但成不成得了我不负责。这就对了，地址在街角咖啡馆，穿好看点，挂了。亲妈。林念瑶，我在公司注意到你好几次了，我对你挺满意的。咱们长话短说，你月薪3000对吧？我月薪1万。结婚以后你就在家当全职主妇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吃点梅子。另外，我喜欢女孩，所以咱们生2个女儿。对了，我妈想抱孙子，所以最后再追生一个儿子。我妈还说了，结婚后你全职带娃，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生活费，够大方吧？还有你的存款，婚后都要转到我的账户上，由我统一管理。你再说一句试试。把你2个肩膀中间顶着的那个肿瘤给我挤了吧！月薪3000，再少那也是我自己挣的，凭什么给你1000块钱生活费？你想让我喝西北风？你是有金山银山还是貌比潘安？就你这条件还敢提这么多要求？你这么值钱，当年老佛爷怎么没把你抵出去当赔款？
你个！完了完了，下头难极了，要被打了！顾叶寒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你谁啊？从你坐下到现在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录了。你谁呀你？你刚才那些话，结婚后你就辞职，1000块生活费，存款转我账户，生2个女儿追儿子，够你喝一壶了。要不要我放给全场听，还是放上公司群，让大家都认识认识这位好男人？3秒钟，自己走。你在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放开，我自己能走。不能，走了你又跑。你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？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忙？你就忙着跟那种垃圾相亲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忙？顾总，这是我的私事，跟您没关系。林念瑶，我还没有同意分手。啊，你都知道了？这颗刻了2遍，第1遍刻坏了，我又重新买了一串，一颗一颗重新刻。那天在办公室看到手串，我就知道是你了。我等了那么久，等你来跟我说顾总，那个网恋对象是我，结果你删了我。删了就算了，你还跑去相亲，跟那种人。那是我妈安排的，我也不想去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推开我？我跟你聊天的时候，好像特别有趣，特别洒脱。可以随便开玩笑，可以发看看腹肌，可以半夜2点说我睡不着。可是现实里的我，会加班到崩溃，会为小事焦虑一整天，会在领导面前说话打结。我怕你见到真实的林念瑶，会觉得就这，然后就走了。与其让你看完了再失望，不如我走，至少留下的那个印象还是好的。虽然最后那句照片有你可能是多余了。那你还存了那么多张？你怎么知道？显示已读。林念瑶，我喜欢的从来不是网上那个完美版的你，我喜欢的是那个凌晨还在加班跟我说今天好难，但我撑过来了的你。你真的不介意我是那个开会打瞌睡，月薪3000，给你发骚话的卑微员工？介意。哦。我介意的是，你居然觉得我会介意。林念瑶，你比你自己以为的好太多了。你觉得普通的东西，深夜的晚安、挤地铁时拍的天空吐槽同事的笑话，对我来说都是负面的。你就是那个让我在会议室里忍不住笑出来的。你这样说，我怎么接话呀？那就别接了，收回那句分手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不是那个全程不外售的店吗？我刚才在公司还吃了一块。不对，我没吃。那盒蛋糕是我让张助理买的。你让张助理买的？那为什么是全公司都有？我说的是给大家买点下午茶，我的意思是给你一个人买。张助理执行成了全公司，所以我又让国跑车重新做了一份，专门给你的，蓝莓巴斯克。你上次给我寄到家的那一份也是这家？我开车去拿的，来回2个小时。来回2个小时，就为了给我买一块蛋糕。他当时什么都没说，就说我来想办法，然后开车2个小时去拿了一块蛋糕。走啊，再论蛋糕没了。来都来了，我今天要吃2块。好吃。那以后每周都给你买。每周都跑2个小时？不然呢？外卖小哥不送，只能我亲自跑。
顾叶涵，你这个人真的好奇怪，哪里奇怪？在公司里一副谁敢跟我多说话我就开除谁的样子，一到微信上就变成宝宝吃饭了吗？宝宝今天累不累？宝宝我新学了姿势，你检查检查，你分裂不分裂？那叫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分得清。那我呢？我是你哪个模式的？你是我的恋爱模式。好油。总之你是我不用切换的那一个，不管在哪儿什么时候都是你。江曼姐，你听说了吗？顾总那天没来上班，是林念瑶去他家照顾的，苏晓他们亲眼看到的。林念瑶，就市场部那个小透明。对啊，而且顾总还专门给他一个人订了狗跑车的蛋糕，全公司就他一个人有。哎呀，顾总对员工好而已吧。再说了，林念瑶那条件，顾总能看上她？你们别瞎传了。林念瑶，她凭什么？我在公司3年，顾总连我微信都没加过。她一个刚来几个月的小员工，凭什么？既然她这么爱出风头，那我就让她出个够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谁这么闲？偷拍技术比狗仔还差。顾总，有人给你发了封匿名告状信吗？已阅，他居然只发个已阅。虽然邮件上的事儿是真的没错，但你难道就不好奇发邮件的人是谁吗？顾叶涵，你就不怕他又要耍什么花招吗？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，我也想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，但是不管他耍什么花招，我都有办法。瑶瑶，我破案了。你破什么案了？你上周说食堂阿姨多刷你2块钱，你也说要立案调查。这次是真的，你看我查了公司内网，今早8点那会儿，全公司只有3个人在打卡：张助理、江曼，还有保洁阿姨。张助理不干这事儿，保洁阿姨不会打字，你说还能是谁？苏晓是市场部的，但她毕竟是警校毕业，而且她手机里那个表格第4列写着作案动机可行性分析。之前她跟我说要学 Excel， 原来是做这个。你那个 Excel 表格第4列标题是什么来着？念瑶，忙呢。昨天那封邮件你也收到了吧？别放在心上，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，过2天就没人记得了。我没放在心上。今儿有个小建议，什么建议？麻烦发邮件的人下次把照片拍好看点，那张车内拍的我脸都歪了。你还挺幽默。顾总，关于下周的客户接待方案，我做了几个调整，想请您过目。江曼，你进公司几年了？3年了，顾总。3年了，应该知道公司对内部匿名举报的处理流程，查实则处理，查不实则追责。顾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IP 地址、发送时间、内网登录记录。您是说我发的？江曼，主动辞职还是我按规章处理？你选一个。 3年了，我在公司3年，您连我微信都没加。他呢？他一来，您就什么都给了。所以呢？我知道了，明天我会把辞呈交上来。李念瑶，你赢了。江曼姐，这不是输赢的问题。你喜欢顾总，我理解，但你不该编我的料去害人。他真的辞职了，顾总亲自让他走的。不是辞职，是被辞退的，刚通知下来了，恶意造谣，违反公司纪律。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吗？补偿精神损失。包场就算了，连菜单都不给，顾总，你这是请客还是绑架？
你好。你说过的第一句话，我当时发的第2句是你好陌生人连着发的，你把2句话拆成2道菜。这是我第一次发你的表情包吧？那个画的很丑的黄豆脸，你居然还记得？你发的每样东西我都记得。这顿饭你准备了多久？从你发那张月亮照片店开始想的。最后一道菜呢？你不会做到一半忘了吧？这是什么？最后一句，你自己看。晚安，明天见。你把这句话刻进去了。你没回的那天我去刻的，戒指是同一天买的，想着哪天给你看，证明我一直在。所以林念瑶，你这顿饭吃了3个月，从你好吃到晚安，吃完了，戒指就在这里，我给你戴上。不愿意的话，你随时可以走。你请一顿饭花了3个月做菜单，顾夜寒，你这个人，以后做什么都提前告诉我，不准偷偷攒菜名。下次菜单你来定。顾先生，戒指我戴上了，菜名我记住了，所以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